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秦代木牍，上面保存着目前世界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表，比西方早了整整600年。它不是从11得1开始，而是从9981开始到2半21结束。这说明早在秦代，中国就有了分数的概念。2002年，考古专家在湖南里耶古镇的一口枯井当中发现了3万多枚秦简，在其中一枚竹简上面竟然记载有99乘法口诀表。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全世界，因为它不仅打破了99乘法口诀表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说法，还彻底改写了历史。它比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表还要早600年。通过对这批竹简进行深入的解读后，又一个发现震惊了全世界。原来我们都冤枉秦始皇了。这批竹简上面的内容真实还原了秦朝社会的现状。然而，让专家疑惑不解的是，为什么这些竹简历经2000多年都没有腐朽？保持你的好奇心，双击点赞，加个关注。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秦代乘法口诀表之谜。2002年6月，考古队员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镇一处水库大坝的河滩上发现了5口古代水井，在其中的一口古井里，他们清理出来了一大批写有文字的木牍，这让他们兴奋不已。经过不断的发掘，终于在古井6米深的地方陆续的发现了中国古代简牍。通过解读上面的文字，专家判断这是一批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竹简。通过发掘，考古队员一共在古井里面清理出来了3万多枚秦简，竹简上面的文字多达20多万字。在此之前，全国出土的秦简加起来也不过才4000多枚。这一次出土的秦简直接是全国出土秦简总数的7倍，一时间在全世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各界学者专家都十分好奇秦简上面都记载了什么内容。然而还不等人们一睹它的风采，这些秦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了氧化反应，先是变黑，不久上面的文字就变得无法辨认。这让文物保护专家犯了难，如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，那这3万多枚秦简将变成毫无价值的竹木片。时间紧迫，专家立即将这批秦简送到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，制定了周密的文物保护计划后，他们立即将这些秦简泡在了药水当中，经过工作人员的悉心保护，变黑的秦简逐渐显现出它原有的颜色，上面的字迹也开始逐渐变得清晰。秦简上面的文字全部由墨笔书写，书写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秦代的文书和档案，大到中央的政令、行政区划的设置、官吏的任免以及军事物资的调配，小到村役负责人和邮差的任免、村口渡船的添置等等。通过解读这批秦简，专家发现上面记载的时间是从秦始皇25年至秦22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22年至公元前208年，14年来从没有间断。所记的事件更是详细到了月和日。在秦简上面还详细的记载了秦朝当时的户籍制度，规定每个人都必须登记入籍，隐瞒登记的要问罪受罚。凡是登记在国家户籍上的人口通称为编户民，也就是如今的身份证。秦朝还推行了5户编为1屋，10户编为1室的管理制度，使百姓不得随意迁居。户籍也成为了朝廷征调徭役和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。从这枚简牍记载反映了这个秦在户籍上的严格管理。就在这时，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枚特殊的秦简，它上面记录的数字排列得很有规律。等专家仔细辨别后，惊呆了，有人大声呼喊：天哪，这竟然是99乘法口诀表！2002年，考古专家在一口古井当中发现了一枚写有99乘法口诀表的秦代竹简。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全世界，因为它不仅打破了99乘法口诀表起源于阿拉伯的说法，还彻底改写了历史。
通过对这批竹简进行深入的解读后，又一个发现震惊了全世界。原来我们都冤枉秦始皇了。这批竹简上面的内容真实还原了秦朝社会的现状。眼前这枚秦简就是在湖南里耶古镇的一口古井当中被发现的。它上面记载的数字和排列很有规律，将每个数行的数字连起来，奇迹发生了。这不就是一个99乘法运算口诀表吗？只见上面清晰地写着4832、5840、6848等。很显然，这正是2000多年前秦朝人使用的乘法口诀。竹简上面记载的乘法口诀与我们今天使用的乘法口诀如出一辙，但也略有不同。秦朝人的乘法口诀是从9981开始的，结尾不是11得1，而是2半而1。这里的半指的是1/2，2半而1的意思就是2乘以1/2得1。也就是说，当时秦朝不仅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乘法口诀，而且还有了分数的概念，并且把它们运用到了生活之中。99乘法口诀表的发现，的确也是让我们感到很欣慰。过去一直以来我们没有，是吧？在教科书上是看不见有实物说明这个99乘法口诀表。里耶1号井出土的这个99乘法口诀表，填补了这个空白，证实了早在秦代已经很普及的做数学教育了。此次出土的乘法口诀实物，也让西方学家们哑口无言，彻底推翻了乘法口诀起源于1600年前阿拉伯的说法。在这里也能想象到，秦始皇小时候估计也会因为背诵乘法口诀表而哭闹吧。其实99乘法表早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。在一本叫《管子》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：安喜作99之数，以应天道。这也证实了99乘法口诀表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。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，又一枚竹简的出土在现场引起了轰动。只见这枚竹简的上面写有“千陵以游行洞庭”7个大字，这7个字的意思是千陵的邮件发往洞庭。这里的千陵指的是地名千陵县，洞庭指的是洞庭郡。专家说，这枚秦简相当于现在使用的邮签，以游行3个字表明该文书是以邮差步行的方式从千陵县送往洞庭郡的。现在的里耶古镇就是当时的千陵县。让专家感到震惊的是，千陵县和咸阳城之间的距离有600多公里。秦朝中央政府的行政文书究竟是如何传到里耶的？原来秦朝的邮传系统是陆路和水路并用，同时采用接力的方式传递公文。邮差先是沿着朝廷规定的固定路线，将公文一站一站接力传送。朝廷的公文最先送达洞庭郡，然后下传到千陵县。在秦朝的邮政制度中，用车传送公文称传，用马传送称驿，有人步行传送称邮。秦朝的邮差是一种职业，父子可以相传，一旦成为邮差，本人可免除徭役。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，可我并不这么认为，因为这批秦简为我们还原了秦始皇的真实形象。秦始皇是暴君的形象足足被世人贴了2000多年，直到2002年湖南一口枯井当中出土的3万多枚秦简，才为我们真实还原了秦始皇的形象。在出土的这批秦简当中，有一段是关于当年秦朝军队的规定：士期3日到5日，岁，意思就是如果你在服役期间迟到3到5天，只需要进行口头批评就行了。其德、极易、水域、初心，意思就是如果在下雨天的天气误期了，可以免除任何刑罚。这可比陈胜吴广因下雨误期就杀头的罪名人性化多了。而这批秦简里面记载的还有很多人性化的一面，就比如征军方面，如果你的身高不足1.3米，可以免除刑罚。在养老方面，每个家庭必须留一个男丁，在家赡养老人。如果秦始皇是暴君，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兵马俑也许就是一具具的骸骨。他用一生统领6国，统一华夏文明，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打造长城，守护华夏文明。他心里装的是天下百姓，没有他，世界上就没有中国这个名字。
有人说秦始皇是焚书坑儒的始作俑者，其实不然，这只不过是后代文人墨客强加在他的身上的。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当年为了统一思想文化，烧掉了大量的儒家类书籍，但是关于医学和农学的书籍，他是一本都没烧。而他坑杀的也不是儒生，而是400多名江湖术士。出土的这批秦简，可以说真真切切地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上秦始皇的真实形象。原来秦始皇被黑了2000多年。里耶秦简一共有3万多枚，文字多达20多万字。这些秦简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。让人疑惑不解的是，这么多竹简怎么会出现在一口水井里？它们又是如何保存至今的？里耶秦简连续记载了中国秦代14年的历史，最后记载的时间停留在公元前208年。专家说，这一年距离秦朝灭亡只有不到2年的时间。由此可以推测，在公元前208年的某一天，黔陵县遇到了一次巨大的危机。在紧急时刻，县城内的官吏们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将县里的所有公文档案简牍全部销毁。由于数量太过于庞大，有些竹简来不及焚烧，于是就与地面上的垃圾废弃物一同扔到了水井中。至于这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竹简为什么没有腐烂，专家也给出了解释。原来这口水井的井深有14.3米，加上井壁的四周嵌有15厘米厚的木板，隔离空气的效果比较好，再加上古井里面的淤泥把这批竹简包裹了起来，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，因此这批竹简根本没有发生化学反应，这才得以保存了2000多年。直到2002年，考古队员将它们清理了出来。您对这批秦简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